今儿咱讲讲三言二拍啊，各位老铁，喜欢听故事的，喜欢听八卦的，喜欢听古代人怎么玩转职场和情场的，今天这篇您可得竖起耳朵听好了。咱今天讲的这个故事，出自明代大 V 冯梦龙老爷子编的《御世名言》第一卷，名叫《蒋兴歌重会珍珠山》。这故事有多牛呢？这么说吧，它简直就是明朝版的婚姻保卫战加上无间道，再掺杂点因果报应的悬疑色彩。这里头有纯情少妇，有渣男海王，有黑心中介，还有绿帽老公的绝地反击，情节之跌宕起伏，反转之让人拍大腿。你就算放现在拍成个40集的电视剧，那收视率也绝对能霸榜。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呢？在明朝成化年间，地点呢在湖广襄阳府枣阳县。咱先说这男主角，枣阳县有这么一个小男孩，姓蒋，大号蒋德，小字兴歌，所以大家都叫他蒋兴歌。家里呢是走广东的商人。这时候有人要问了，为啥他姓蒋呢？废话，因为他爸姓蒋啊，这叫子随父姓。但作者冯梦龙在这儿特意提了一嘴，为啥呢？因为他不光姓蒋，他在外面做生意的时候他还姓罗，他姥爷家姓罗，他姥爷家那是走广东的3代经商，在广东生意场上那是有1号的，属于那种龙头企业。所以最开始他爸领他经商的时候呢，不说他姓蒋，就说他姓罗。为啥？因为罗家商号的招牌硬啊。这就好比现在你爸是个小包工头，你姥爷是万达集团的董事长，你出去谈生意，你肯定递名片说您好，我是万达的小罗啊，这叫借势营销，懂吧？蒋兴歌这小孩呢，命苦，母亲早逝，他爸在他17岁的时候也没了。17岁啊，放现在也就是个高2学生，还没高考呢，家里顶梁柱就塌了。葬礼的时候，这枣阳县里有头有脸的人都来了，县里有个老王头也来了。这老王头啊，家里正好有个闺女叫王三巧，这三巧长得那是天姿国色呀，怎么个好看法？你就这么想，放现在那就是不用开滤镜，不用美颜，直接能去当顶流女明星的级别。三巧跟蒋德呢，7、8岁的时候有过婚约，也就是咱说的娃娃亲。那蒋德的亲戚一看这老王头也来了，赶紧就去撺掇说，老王啊，你看这情况，你闺女也大了，你看这小蒋一表人才的，家里有点家底儿，他爹早些年也给你送过彩礼，也定过亲，现在他爸没了，孤苦伶仃的，你看你把姑娘嫁给他呗，就当冲个喜，也全了当年的婚约。刚开始吧，老王还没答应。为啥？老王头心想，我这闺女如花似玉的，嫁过去连个公婆都没有，这不是去当全职保姆兼留守妇女吗？后来这老蒋家这亲戚又去撺掇蒋德说，你看那老王家那闺女好啊，那三巧多好看，这娃娃亲还是你父母定下的，现在你父母都没了，你孤孤单单的，你一个人不行啊，你找个伴儿，家里也有个热乎气儿不是？那蒋德一听也是个颜控啊，就找了媒婆去保媒拉纤儿。媒婆那张嘴死的都能说成活的，一来二去的呢，俩人就把这事儿给定下了，顺顺当当就结婚了。咱就说这蒋德和三巧这俩人，男的那是貌比潘安，女的那是亚塞西施，这一结婚17、8的小伙子，小姑娘干柴烈火的，天天那也就没别的事儿了，就相守度日。这一过了3年多，各位3年啊，17、8岁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这俩人在家朝夕相伴，也不出门也不社交，纯纯的宅男宅女。就蒋德总说，媳妇儿，我这天天在家待着也不是个事儿啊，我该出门做买卖去了，家里坐吃山空啊。结果这俩人一合计，互相都舍不得。三巧一哭，蒋德就心软，蒋德一提走，三巧就掉眼泪，提了几回呢也就作罢了。这就叫恋爱脑上头，事业什么的都往后稍。但这一天实在是不去不行了，家里账上的现金流快断了呀。蒋德说，媳妇儿，你看我这挺大个老爷们儿，不能闲着呀。再者说，这生意是人情啊，我姥爷家那些广东的老客户，这总不去，这人情不就凉了吗？这渠道不就断了吗？这一去呢，我要不了太久，1年之内我肯定回来。就这三巧才抹着眼泪放他走，俩人依依惜别，那场面跟生离死别似的。临走的时候，蒋德掏出来一件自己家传的宝贝珍珠衫，
送给三巧。这珍珠衫可不是一般的衣服，那是用南海的珍珠一颗颗串起来的，贴身穿着，冬暖夏凉，关键是值钱啊。这就相当于现在老公出差前给老婆留了一张无限额度的黑卡，说媳妇儿想我了就看看这衣服。这蒋德到了广东了，这广东这些做买卖的人一看，哟，这是老罗家的小少爷来了，赶紧都过来会面吧。这都过来，蒋德大排宴宴，连着请客喝酒。各位，明朝去广东做生意，那可不是现在坐高铁几个时辰就到了，那是得走水路旱路，一路上风餐露宿。蒋德到了地方，这帮商人一看老东家来了，那不得可劲儿招待啊，今天你请，明天他请，喝了半个来月，这下可坏了。本来这3年呢，天天在家跟三巧相守，这身子早就掏空了，属于是亚健康状态，再加上是舟车劳顿，饮食也没有节制，还天天乱喝酒，这身体哪受得了啊，一下子就得病了。本来他是2月份出的门，这一病啊，病到冬天下不来床了，这买卖都耽误了，说好的1年回家呢，也就回不去了。他是回不去了，那三巧可苦了，在家等啊等啊，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古代那讲究妇道，女人结了婚就得在家里待着，就2个丫鬟陪着。这一等到过年，这外面都热热闹闹的，家家户户放鞭炮，那都可团圆了。三巧一听外面的鞭炮声，眼泪就吧嗒吧嗒掉。三巧实在等不及，让2个丫鬟去街上喊了个算卦的，说是问问蒋德去哪儿了，啥时候回来。那算卦的你还不知道，那纯骗子啊。这就好比现在的星座博主、塔罗牌大师，主打一个情绪价值。算卦的一看这三巧长得漂亮，又是个独守空房的小媳妇儿，心里就有数了，告诉三巧，大娘子你放心吧，你相公这一趟顺顺利利的，马上就回来了，不出1月必定到家。那给三巧美的赶紧赏钱，算卦的是拿钱走了，三巧只得继续等候。要没想这算卦的还好，这算卦的一说马上就回来了，这三巧心儿就长草了，没事就开窗户外瞅。要我说，那是古时候的妇道人家，还不能随便开窗。各位老铁，你们回想一下《水浒传》里，当年潘金莲和西门庆不就是因为潘金莲开窗户掉下个插杆砸着西门庆才相识的吗？这开窗定律在古代小说里那就是出轨的前兆啊。就这么一天还赶巧了，有个徽州来的商人叫陈大郎，正好到蒋家对门的典当铺办事儿。这三巧顺着窗户往下一看，正看见陈大郎背影影影绰绰，穿着件跟蒋德差不多的衣服，瞅着好像是自己丈夫。结果这男的一回头，俩人一对视，这三巧一看，哎呦不是，赶紧把窗户关上，羞得满脸通红，回屋了。那陈大郎和武大郎可不一样，那长得那是一表人才啊。你想他要是长得跟武大郎似的，三巧能把他认成蒋德吗？陈大郎这一抬头，看见窗户里那惊鸿一瞥的三巧，可坏了，那魂儿都给他勾没了。这三巧那是天姿国色呀。陈大郎心里就琢磨了，先说我家那媳妇儿也是端庄秀丽吧，但是跟这个小娘子一比，那就没得比了。这要是能跟这小娘子相伴一宿，我少活10年都甘愿啊。这就起了淫心了。那陈大郎也是听过不少话本故事的人，知道这事儿要想办成，硬来是不行的，得找专业人士。四处一打听，找到了本地一个薛婆。这薛婆呀，平时就走街串巷卖点珠宝首饰，也兼着保媒拉纤，是个牙婆。各位，这里得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牙婆。这个牙行啊，就类似于现在的中间人、中介，这行业由来已久。以前安禄山没造反的时候，那也曾当过牙郎。到明代的时候呢，官府对牙行有很多的管理制度。你要想正经混牙行，你是又得办理那市场经营许可证，还得交税，那时候叫牙税。当然了，这是正经的男牙人，像薛婆这类妇女牙人大多行事不正，她借着女性身份方便进出深闺大院，偶尔做人贩子，干点旁门左道的勾当。这就好比现在那些打着微商代购旗号，其实背地里搞杀猪盘的黑中介。那陈大郎找他，那属于是找对门路了。这俩人一见面，陈大郎扑通就跪下了，说
王妈妈，就我住。原文有时混用薛婆、王妈妈，这里统称薛婆，给薛婆吓坏了。哎呦，这位官人，你快快请起，你姓啥呀？我姓陈。我姓陈，那我还姓薛呢。怎么了？你细细说来。陈大郎一说，某某宅院那家小娘子我十分爱慕，你帮我牵个线。说完，直接掏出120两银子加2锭黄金拍在桌子上。薛婆一看这钱，眼睛都直了，但嘴上还得假意推脱。那不行，那是三巧，王三巧贤良淑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再者说，这不合礼法的事儿，我们做不得。陈大郎冷笑一声，做不得，事成之后再给您120两。薛婆立马转了口风，你看人真准，但这个事儿啊，你不能急，得按我的套路来。第二天，这俩人又设了个局，薛婆拎着首饰匣来到蒋家门口，陈大郎把薛婆拦住，假意要看货，又看货又讲价，二人争执拉扯，声音弄得老大，周围围过来不少看热闹的街坊。三巧在家一听外面这般热闹，推开窗户一看，瞧见薛婆的珠宝。女人嘛，对亮闪闪的物件天生没有抵抗力，一眼就相中了，让丫鬟下楼把薛婆请上楼，想要细细观赏。那薛婆一进门，一通夸赞奉承，说话办事十分专业，把三巧和2个丫鬟哄得满心欢喜。本来三巧自打丈夫离家，日日只有2个丫鬟作伴，早已烦闷。薛婆走南闯北，见闻广博，满口新奇趣事，很快就博得了三巧的信任。从那以后，二人往来频繁。到5月中旬，薛婆甚至每晚留宿三巧房中，把原本陪侍的2个丫鬟打发去隔壁屋子歇息。刚开始，薛婆还只说些客套奉承话，到后来竟讲些街坊间的风流闲话，说谁家妇人私下与人交好，谁家男子外出经商在外另娶，又讲自己年少时的私情往事，描述的细致入微。各位，这在现代心理学里叫打破心理防线和脱敏训练，一步一步撩动了三巧心底的情思。这般过了2月，这天是7月初7，七夕节，恰逢三巧生辰。当晚，薛婆早已和陈大郎商定好计策。薛婆独自一人来到蒋家叩门，丫鬟开门迎接。薛婆假意说：哎呀，我的手绢弄丢了，你快随我出门找找。二人假意出门寻物，陈大郎趁机悄悄溜进蒋家宅院。薛婆寻了片刻手绢，便折返上楼饮酒。席间把2个丫鬟尽数灌醉，打发丫鬟回房歇息，自己单独陪着三巧秉烛闲谈。薛婆对三巧讲：哎呀，我13岁那年与邻家少年相识相恋，往事历历在目。各位，这里插一句，现在现行法律规定性同意年龄是14岁，明朝律法大明律25卷有记载，写明奸幼女12岁以下者虽和同强论，所以冯梦龙文中写13岁，自有其用意，足见这薛婆是久经风月的老手。薛婆又接着讲，自家兄长外出经商时，嫂子独居寂寞，二人排解孤单的种种经过，尽说些暧昧私情的话。一番言语撩拨，原文4字形容三巧心境，欲心一动。二人当晚说好同榻而眠。薛婆细说各类风月趣事，宽慰三巧。薛婆借口去吹灯，借机抽身离开，让陈大郎上前与三巧相伴。起初三巧只当身侧是薛婆，二人相拥一处，又饮了些许酒水，再加上薛婆半年多日山风开导，便不再克制自己。原文写道：分明久旱逢甘霖，恰似他乡遇故知。陈大郎常年流连风月场，手段温存远非蒋兴哥可比。一番温存过后，三巧才惊觉不对，开口询问：你是谁人？这时薛婆推门进屋，把前因后果细细讲明。大娘子，你一人独居寂寞，我早已收买你那2个丫鬟，此事绝不会外传半分。三巧木已成舟，只得半推半就。从这以后，陈大郎时常夜里前来，二人日日厮守，毫无顾忌。转眼到第2年3月，陈大郎本是出门经商，不能长久逗留，只得辞别三巧。三巧心中不舍，直言想要收拾细软，随他私奔。陈大郎没有应允，说道：你家中2个丫鬟知晓你我之事，还有薛婆从中牵线，
你丈夫一旦归家，稍加询问便会败露，等明年开春，我寻妥安稳住处，再来悄悄接你，到时候无人知晓，咱们便能相守一生。二人依依不舍道别，三巧难分难舍，把蒋兴哥赠予自己的家传珍珠衫送给了陈大郎。各位，这便是拿着丈夫的心爱信物讨好外头的心上人，这般举动实在荒唐。再说陈大郎一路行至苏州，一日酒席之上结识一人，此人正是蒋兴哥。蒋兴哥在外经商，对外自称姓罗，陈大郎自然没有认出他二人本是一人。二人年岁相仿，谈吐投缘，引为知己，时常一同饮酒闲谈。到5月份，陈大郎做完生意准备返乡，蒋兴哥主动邀约兄长小弟设宴为你饯行。5月天气燥热，饮酒之时，陈大郎褪去外衣，贴身的珍珠衫显露出来。蒋兴哥一眼认出这件衣衫，这件珍珠衫自小伴随自家，珍珠成色，针线纹路，他闭着眼都能分辨，心中虽怒火翻涌，却强压心绪，暗自思索，莫非家中遭遇变故，妻子把衣衫典当出去了？于是开口询问，兄长，这件衣衫从何处得来？陈大郎听得问话，满心得意，大肆炫耀，添油加醋把枣阳结识王三巧、薛婆设计牵线的经过全盘说出，还问道，罗兄弟，你也是枣阳人士，可认得当地一名唤蒋兴哥的男子？他妻子王三巧容貌绝美，我此番返程，若你顺路回乡，可否帮我捎些物件给三巧？蒋兴哥听闻全部经过，心中悲愤难忍，强压怒火，咬牙回道，顺路，我定然顺路。陈大郎托他捎带一根发簪，一方手绢，还有一封书信，信中写明来年开春再会，再续情缘。二人辞别之后，蒋兴哥乘船返乡，一路越想越愤懑，当场把书信撕碎，将发簪摔作2段，冷静过后又满心懊悔，暗自反省，都怪我一心谋求生意，常年留妻子一人独居，此事源头也有我的过错。他心中尚存仁善，格局开阔。回到家中，蒋兴哥没有当面戳破三巧的私情，只因明代律法严苛，女子与人私通乃是大错。大明律明文规定，普通妇人私通，杖责80；已有夫君的妇人私通，杖责90，90大板责罚下来，寻常女子大多难以活命。蒋兴哥心中仍存旧情，又自行有错，不愿当众折辱三巧，只对三巧谎称你父亲身患重病，你速速回乡探望，叫来车马送三巧返回娘家，托付车夫捎带一个包裹，包裹之内是摔断的发簪、手绢，还有一封休书。休书中写道，着妻触犯7出之条，念往日夫妻情分，不忍当众言说丑事。三巧回到娘家，见父母身体康健，毫无病痛，心中十分疑惑。老王头先看到休书，当即叫来三巧问话。三巧知晓内情，只默默落泪，一言不发。老王头怒气冲冲赶往蒋兴哥家中质问，我女儿究竟做错何事？你外出经商2年，刚一归家，便写下休书休弃我的女儿。蒋兴哥回道，岳父，此事我不便明说，您回家只需问令的，我当初赠与他的家传珍珠衫身在何处？若是衣衫仍在，便是我的过错；若是衣衫不在，便怪不得我。老王头归家追问三巧，三巧无言以对，心中明白丈夫是给自己留足颜面。老王无可奈何，把包裹中的物件尽数交给三巧。三巧打开包裹，看见断成2截的发簪，一方手绢，心中了然。断簪寓意破镜难圆，手绢是暗示我自行了断，连自尽的物件都为我备好。终究是我愧对兴哥，不如一死了之。他当即悬梁自尽，刚吊上去，便被母亲及时救下。母亲百般劝慰，我女儿容貌出众，再寻良人并非难事，何必寻短见。此后日日贴身看管三巧。几日过后，三巧寻死的念头渐渐消散。再说蒋兴哥归家之后，把2个丫鬟拘起拷问，问出薛婆从中撮合，当即把2个丫鬟尽数发卖，又带一众亲友砸毁薛婆家中院落，算是清理牵连祸事之人。几日之后，本地来了一位新科进士，名唤吴杰，将要前往广东潮阳县赴任知县，
身边并未携带家眷，一路想要寻一妾室相伴。听闻王家女儿容貌绝色，便上门求娶三巧。蒋兴哥得知，把三巧当年陪嫁的16箱嫁妆原封不动送至吴知县乘船的码头，彻底了结二人过往情缘。三巧这边尘埃落定，陈大郎那边灾祸接踵而至。陈大郎归家之后，日日思念三巧，时常拿出珍珠衫对着衣衫长吁短叹。他妻子平氏察觉丈夫举止异常，深夜悄悄起身，把珍珠衫藏了起来。第二日，陈大郎醒来，不见珍珠衫，质问平氏，平氏闭口不提。二人为此日日争吵，平氏时常暗自落泪。争执数日，陈大郎心神不宁，带上银两匆匆动身，想要赶往枣阳寻找三巧。行至半路，偶遇劫匪，身上所有金银细软尽数被抢夺一空，他趴在船边，才侥幸保住性命。心中想着先寻三巧借些银两，再另做打算，赶到枣阳城外，前往友人吕姓男子家中打听消息，才知事情早已败露，薛婆家被人砸毁，王三巧也已被夫家休弃。噩耗惊得陈大郎当场染病，卧在驴友家中休养，连忙写信给妻子平氏，让他带上银两前来接济。平氏收到书信，带着2名下人一路奔波赶赴枣阳。抵达吕家之时，陈大郎早已亡故，平氏只得操办丧事安葬丈夫。驴友见平氏容貌端庄，打理家事利落，心中生出歹念，想要收买平氏身边下人，劝说平氏改嫁自己的儿子吕二。各位，古代这般欺负无依靠寡妇，妄图吞并对方家产，称作吃绝户。平氏出身徽州名门，恪守礼法，直言我丈夫尸骨未寒，孝期尚未过完，绝不可能改嫁。当众训斥下人，顺带数落驴友心思不正。下人怀恨在心，暗中受驴友唆使，半夜偷走平氏全部金银财物逃走。驴友明知实情，却刻意刁难平氏，把平氏逼得无处容身。平氏孤身一人，身边只有丈夫棺木，全靠隔壁媒婆张七嫂时常接济度日。时日一久，七嫂劝说平氏，你一人守着棺木难以度日，不如寻一户人家改嫁，收下彩礼，方能妥善安葬亡夫。平氏细想此话有理，卖身葬夫合乎情理，便动了改嫁的心思。七嫂见他应允，立刻说道，我认识一位品性端正的官人，名唤蒋德，小字兴哥。二人说和，蒋兴哥迎娶平氏为妻。某日平氏整理随身旧物，翻出那件珍珠衫。蒋兴哥一眼认出衣衫，连忙询问，你先前的夫君可是姓陈？平氏回道，正是。官人莫非认得我亡夫？蒋兴哥心中万分感慨，世间竟有这般离奇巧合，自家珍珠衫兜兜转转，重新回到自己手中，当真天道轮回，分毫不错。蒋兴哥与平氏婚后，日子和美，安稳度日。1年之后，蒋兴哥前往广东贩卖珍珠，途中遇见一名老者，老者趁其不备，想要偷窃珍珠。蒋兴哥上前阻拦，二人拉扯之间，老者倒地不起，当场断气。老者家中亲友不肯罢休，把蒋兴哥捆绑殴打。第2日前往县衙递交状纸告状，受理此案的知县正是当初迎娶三巧的吴杰。吴知县翻看状纸，状纸上化名罗德的被告被一旁势力的三巧看见，三巧念及旧日情缘，当场下跪恳求，相公，这名唤罗德之人是我的本家兄长，还望相公从轻发落，救他性命。第2日升堂审案，吴知县问清全部实情，判定老者碰瓷在先，拉扯致死，并非蓄意行凶，责令罗德置办全套丧葬用品，披麻戴孝送葬，承担所有殡葬花销。这般判罚已是从轻处置，蒋兴哥保住性命，没有被判死罪。官司了结，吴知县单独传唤蒋兴哥，开口说道，昨日你妹妹为你跪地求情，不然本官不会从轻断案。蒋兴哥满心疑惑，回道，我从未有过妹妹，何来妹妹为我求情？话音刚落，三巧从后堂走出，二人相见，相拥痛哭。吴知县见二人相见的悲戚模样，全然不像寻常兄妹，勒令二人如实道出全部过往。蒋兴哥与三巧双双跪地，
把珍珠山一事、二人离散的始末完整诉说。吴知县听完，心中十分动容，感慨二人情缘曲折，决意成全二人，对三巧说道：“你且随蒋德归家吧。”蒋兴哥再度迎娶三巧入门。归家之后，拜见平氏，论先后次序。蒋兴哥先与三巧成婚，中途分离休憩，后明媒正娶平氏，因此家中以平氏为正妻，三巧做妾室，最终一夫二妇，一家团圆，相守到老。这个故事听完，无不感叹世事离奇，因果循环，悲欢离合，破镜重圆的曲折经过，实在让人唏嘘。各位老铁，点个关注，咱下回接着看。